喂，头朝这边，头朝这边。900个，开关在这里啊。电后面的有个位置，这里能加个射灯嗎 Hello，今日我屋企裝修嘅第一次驗收啊，應該係叫水電定位，係第一次同裝修師傅、設計師同埋我哋自己，然之後3方一齊驗收。因為平時都要上班啦，冇時間嚟睇佢哋裝修，今次呢就親自嚟睇睇目前嘅裝修進度啦。仲有最主要呢都係需要確定一下水電線路嘅位置啦，例如呢啲插座位置喺邊度啊，同埋一啲管道嘅走向等等啦。今集視頻呢，我主要想分享一啲關於裝修水電定位嗰時呢應該要注意嘅問題同埋建議啦。如果想了解更多我喺深圳生活呢，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 啦。好似我屋企呢種二手房嘅裝修呢，水電定位呢係清拆完所有原來嘅地磚啊、牆面啊、櫥櫃同埋家具等等所有嘅嘢之後啦。咁要注意咩問題呢？或者話有咩小建議咁呢？第一，首先講下一啲常見嘅需要注意嘅小細節先啦。比如燈嘅雙控開關，比較常見呢就係喺主人房嘅門邊同埋床頭安裝雙控開關啦。雙控，這個房間主臥還是要有雙控。咁樣晚黑瞓覺嗰時呢，開關燈就方便啦。好似我呢種怕黑嘅人呢，就唔需要話喺門邊關咗燈之後再摸黑翻上張床啦。仲有一個比較需要安裝雙控開關嘅呢，就係客廳嘅燈啦。喺房間門邊安裝雙控開關呢，唔黑瞓覺嗰時呢，可以直接喺房間門口關燈啦，然之後就返房間，唔需要再去到大門口嗰度關燈啦。仲有需要注意空調位置嘅擺放啦，要確定自己瞓覺嗰時頭嘅朝向，空調喉呢就盡量唔好對住自己嘅頭吹啦，因為咁樣耐咗呢就容易生病啊、感冒咁。二手房呢，一般原來就裝有空調啦。如果原來嗰個位置唔中意呢，可以叫裝修師傅幫你重新喺新嘅位置重新打孔啦，就唔好嫌麻煩啦。因為最緊要呢係以後要住得舒服啊。仲有一啲好似廁所燈嘅開關安裝喺門外呢，其實可以防潮啦。有啲位置嘅網線啊、插座呢啲唔確定自己以後需唔需要用嘅呢，就一日先做咗先。因為做咗之後呢，以後可以唔用，但係冇做呢，以後想用嗰時呢就麻煩啦。第二點就係要根據自己嘅喜好，提前規劃好你自己所需要嘅家具同埋電器啦。我覺得呢點非常之重要啦。點解呢？因為其實好多人呢，大概都知道自己嘅房大概嘅佈局啦，比如呢間房係要做書房，嗰間房係客人房或者細路仔房咁。呢度係放沙發，嗰度係放電視。其實大多數嘅房嘅佈局呢，其實係差唔多，但係一啲生活嘅細節啦，或者習慣啦，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會有啲唔同啦。以我自己為例啦，我屋企人呢係習慣飲茶嘅，所以客廳嘅茶幾上呢需要放煮水壺同埋茶具啦。咁我就需要喺茶几嘅底下嘅地面安裝地插座啦。如果唔係煮水壺呢，就需要拉線到牆邊嘅插座嚟用。類似嘅呢，仲有例如我計劃買嘅係掛牆式嘅電視啦，咁就可以直接喺電視後邊準備一個插座，咁樣電視線呢就唔需要拉出嚟，可以直接喺電視後面呢就可以接通電源啦。仲有好多其他你需要擺放嘅家具電器啦，最好就每一件都提前幫佢安排好位置，咁樣呢，你就可以知道屋企邊度需要安排插座啦。甚至呢，假如你係習慣坐喺沙發度玩手機啦，咁你習慣坐嗰個位置旁邊嘅牆呢，其實都可以準備一個插座，可以俾你隨時充電㗎。雖然呢，裝修師傅同埋設計師係有好多經驗啦，知道大概邊度需要電路同埋插座，但係你自己要提前根據自己嘅生活習慣諗好成個屋企嘅佈局啦。比如我自己就至少有5-6個地方呢，係主動提出嚟需要幫我安裝插座嘅。如果冇提前諗好呢，以後就可能需要買一堆嘅排插嚟拉嚟拉去啦。咁樣呢，其實係既唔安全都唔美觀㗎。第三呢，就係要有備用嘅裝修預算啦。裝修之後呢，發現裝修除咗麻煩之外呢，仲可能源源不斷嘅需要用錢。除咗裝修好之後要買家具呢啲預算費用呢，裝修過程中呢，都可能會遇到一啲小問題係需要用錢去解決嘅。例如呢，我屋企嘅裝修費用係唔包括垃圾運輸費嘅。就係拆咗原來嗰啲地磚啊、水泥啊、家具呢啲唔要嘅垃圾運輸費啦。但係開工之後呢，先發現我屋企嘅地面水泥層呢係要比常規嘅要厚好多啦。所以結果呢，就係比預算中多咗唔少嘅垃圾，所以垃圾運輸費呢自然就比預計中多咗啦。
仲有其他嘅一啲情況呢，我就唔詳細講啦。例如我換咗廁所嘅排氣扇啦，加封咗裸露嘅水管等等啦。其實我屋企揾嘅裝修呢係全包類型嘅，即係唔理用咗幾多材料啦，開工開幾多日啦，都係全包嘅，就係基本上唔會有額外嘅費用。但我自己呢，喺裝修過程中呢，都係會有想改動嘅地方，所以使錢啦。如果係嗰啲裝修費用按裝修師傅開咗嘅一工計呢，或者係用嘅材料再收費嗰啲呢，裝修預算呢其實係更加唔可控嘅，所以建議呢都係要準備備用嘅裝修預算咯。比如預計自己嘅裝修費用最後係用1萬咁啦，最開始確定完工嘅方案呢，預算最多安排8000啦，要留返2000備用，咁樣後邊嘅裝修就算要用到錢呢，都會比較容易處理啦。好啦，今集嘅視頻內容呢就到呢度先，下次再分享裝修嘅進度情況啦。希望大家以後嘅裝修都順順利利啦，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啊，拜。